米拉塞蒂， Aesop 香水。Aesop 香水终于我们来有影片拍了。它，对，这个牌子也是，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只是它的香水最近好像有一点被发现。这2年才开始出香。对对对，哦，对它这是2年才开始出香水的。对，早期是没有的。那这是要怎么开？哎，上面要拿出来吧。不用，它已经这边，是。哎，那这个牌子是澳洲的牌子哦，对不澳洲对的品牌？而且它是特别标榜它是怎么样？天天然然精油，然后很纯粹这样子，是吧？对，澳洲的品牌，澳洲品牌。好，那这个牌子也很有个性哦。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有个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要进口它的时候，澳洲都不放货的。这个对，那只是后来为什么？身体系列的时候嘛，对，那时候保养啦、身体系列都不放。啊，直到不晓得为什么最近这个香水就开始就有货会出来了。对，只要市场有需求，就一定有对呀，有供给。好没，错，那这一支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嘿，这一支它好像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幕第一幕大海浪。他说这个系列是要表达3种虚实维度的世界，不同维度的世界。就是如果有在灵修的人，会把对，我们存在的空间，还有我们修行的以高维度，比如说对第几次元、了解第3次元、第4次元、第5次元这样子。这个是妈的多重宇宙，类似那种光光感觉的，哦它就是不同维度的感的 OK，虚实的世界结合在一起。那这是第一幕，就是浪船，就是在海面上的船只，对，你会经历波涛汹涌的风浪啊、海水啊，对，然后地平线、海浪的来回摆荡，就是动荡不安的氛围。对，然后也会有平静就对了。就是你可能会有很狂暴的海面，也会有平静漂浮在海面，都有。对，它这个系列，因为 Aesop 它香水从最开始出的时候，物质这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那它后来又有再陆续出了很多支。那这一支呢，它是其中一支是它的生命系列 Vita， 是生命系列的其中一支。那这个系列呢，它就是在讲说，应该是它，因为我觉得这牌子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心灵层面的一个生命的呈现这些的一个过程。那它这个系列就是在探索说，我们从生一直到出生到这个过程的整个一个美丽的过程，不管是像刚刚学姐讲的，它的有海浪波涛汹涌，或是平静的时候，对。一直到最后是ending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支呢，它就是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有故事的一个呈现，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对。就好像我今天跟我们去学校的这个另外一组的老师新哥大概大我们个10岁吧。我在听他的故事之后，发现说，哇，他不是我。平常看到他这样子开朗大笑，他也是有故事的人，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对不对？那这一支香水也是属于他的故事。那我们来闻闻看，这一支故事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是海洋的历史，对，米拉塞蒂。OK， 是不是有欠卡债，然后那个？用20年把它还完了啊！来试试看，米拉塞蒂，对，米拉塞蒂，这个我要喷另外一边。欧洲作家，我没有感觉到海洋木质调一直冲出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木质香气的感觉，哇，这个很像我小时候去那个杂货店的时候的味道呢。杂货店你知道吗？你们以前小时候有没有杂货店？
如果你很年轻，你可能就没闻过杂货店的味道。杂货店外面是不是有那个蛋的篮子？那蛋的那蛋是不是都铺在那什么米糠？米糠上面。米糠上面。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让我闻到有没有我描述的味道？有没有？懂你的意思。对，那个蛋在米糠的篮子里面，然后大家就自己以前现在蛋都一盒一盒，对不对？小时候我们那个蛋是自己在那边捡的，自己挑的。对，那我觉得就有进到这个杂货店的时候，闻到那个蛋跟米糠交杂在一起的味道。那这个是很有回忆画面的。那你要说它好闻香吗？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记忆点。对。我必须说，它虽然也分了前中后调，但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比较不像一般香水的走法，因为它比较类似精油香水的走法。是。所以它虽然写了前中后调的东西，但是后调的那个没药一直冲出来。所以你会觉得黑胡椒、马黛茶跟辣椒，对，就被带出像你那样子的氛围。但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就是小时候杂货店干妈店的记忆就一直涌现，你知道，就在那边挑蛋，然后就挑一挑还掉地上了，这样就它的新香调是比较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其实也蛮符合他想要描述海洋历史的那个感觉，因为就是一个历史的东西。但是你们现在前调闻到海洋感吗？没有，他说它里面有海洋，可是我没有闻到。没有，没特别有这种感觉。不过他好像这个系列他还蛮强调，就是给一些因为他有特别说他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去使用它。对，或者说他有讲到说。例如像我们这种捡蛋的人，没有性别的限制啊。然后他有讲到说，航海家、说书人、勇于冒险者。对。那其实这个味道，航海家，我觉得这个味道我闻起来其实是它还蛮沉稳疗愈的味道，对我来说，它是带辛香木质调，然后就是一个很好闻的、很舒服，然后很像你闻到那种精油18店的那种香气，但是它是带木质香的。我觉得刚刚那个臭扑鼻没有了，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刚刚有臭扑鼻，我现在没有了。我那个岩玫瑰出来了，对，变好闻了。可是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现在反而是那个捷克牛排的味道。牛排，你饿了吗？对啊，那个牛排。上面的黑胡椒，我知道啦，你闻到黑胡椒了，对不对？黑胡椒牛排的那个，对你闻到黑胡椒跟辣椒的，它有马黛茶，完全觉得都被盖住了。对啊，这个是美食调，我们怎么最近一直闻到咸咸的美食调？害我叫，今天下班来去吃个牛排了。而且还有一点泡面那个料理包，那个料理包对不对？香料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粉包哦，不是酱包，是粉包哦。有没有？我现在闻的有没有？描述的蛮到位的，可能你们闻到的跟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说的这个酱料包、粉包，对吧？有没有像？我觉得前面那个，我们觉得超不比那个他想要表达，因为你知道外国人想要表达很空旷极静的感觉的时候，都会用一个旧旧的香味给你，好像这个屋子里面很久没有人居住，或是只有你一个人，就是那种要。用那种香调去代表寂寞的感觉，对，已经长蜘蛛丝了，对不对？对，所以就会有个旧旧的味道。对，但是这个旧旧的味道走完之后，我现在走到的是酱料包，泡面的酱料包，感觉就是一个很舒服。我现在的感觉真的像他要表达那个平静，然后花香出来了，很香。为什么？为什么在讲话？你有把声音关掉？没有，我要把它关掉。好，那林心丽说说看，现在这一支前调在你身上怎么走？觉得你们可能会想到酱料包，是因为它里面辛香料的那个味道啊。但我倒是还好，没有想到那个泡面去这样。对，因为它这个味道一直给我一种还蛮沉稳的感觉。对，它是稳重的没错。OK。然后是一个很让你会
讲话像我这样变慢了。有很明显的感觉。对，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的一个香气啊。是它的因为香味是给人很直觉的。对对不对？对。我觉得好适合就是这样子的感受。真的，什么人？我马上想到某个客人。是我们那个1天2夜的。真的啊。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哦。你知道我在讲谁吗？我知道，1天2夜现在只有他跟我们一起1天2夜，他没有别人。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味道就是给人家一种你很有一些想法，然后或是说，当你有一些问题，你会想要找他去诉说。对，就是不一定要找答案，但是可以跟他倾诉的一个味道。对，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这样子的气氛、这样的情境是会让你会想要把你的心情就是可以沉淀下来，然后去跟他描述诉说这样对话的一个味道。那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回去的时候看着他这样，然后一直跟他讲。就大概像是汤姆汉克那个什么排球，对的排球，威尔斯吗？对，那个排球一直讲，对啊，心情就变好了。都讲对了，因为这一支香水要表达混乱跟平静，对，波涛汹涌跟平静之后，还有那个就是孤寂吗？应该说庄严跟脆弱的感觉。庄严又脆弱，就是人有脆弱的一面，对，可是人也有严肃的一面，对，强韧的一面，他就是要来强调那个对比的东西，所以它的香味整个也有一个对比的感觉，对，就是可能一开始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是，然后被打到这样子，然后后面花香出来的时候又变成整个人又静下来，是，这可能适合打坐的时候跟办公的时候喷的，是，这可能比较适合你们有修行的人来描述，像我们这种庸庸碌碌过一生的人，每天都有放松吗？你不是读书人吗？我当然一定要这样子，我当然一定要谦虚的这样说嘛，就是，但因为这一支我是没有像你们这样的联想，我是觉得目前是泡面。我真心觉得你肚子饿了。没有，我这种吃很饱呢。对啊。但这一支就确实是对我来讲是美食调，咸的美食调。其实被你这样一讲，我觉得这一支闻起来真的会开胃。对啊，是不是？是让你，那是不是让你放松下来了？对，放松。倒没有。真的。但是只是知道6点差不多要吃饭。我觉得你每次试香你都放松了。对。没有是看味道。真的吗？因为如果是柑橘香调，我会闻起来变开心。这个很像，你知道我在吃米粉汤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你要加胡椒吗？那胡椒就你又多一个食物的选项了。米粉汤。因为所以他们家的香水一直会给人一种，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偏芳香疗法那一类的香气，对，它比较可能没有太多的前中后的那个变化，那反而是比较像是就是天然的香气带给你的那种很直觉的立反应，疗愈，对，因为像说在那个精油芳香疗法的时候，他们会，比如说你今天特别去吸某些味道的时候，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人会特别去呈现，比如说你可能他们闻某种味道，他在做梦的时候，他会去挖掘你深层内心深处的某一部分，治疗你的。对，那我觉得它这个味道会让我觉得是有一个治愈的那种效果在。对，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不会，就是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疗愈放松的味道。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这一支有reflection， 就是有一点照应你自己内心。某一个层面想要表达，也有一些，对，但是它里面有安息香脂，安息香脂这个味道通常也会让人家带来放松，对，它比较的感觉，适合你睡前或是你休假的时候，你想要让自己跟自己相处，然后放松平静，对，然后它的疗愈方式倒不见得一定是要挖你自己的问题出来，它比较是要让你不要陷在不好的情绪里面，变得很平静。对，因为他用了
野玫瑰、安息香、没药、雪松跟红枣没有嘛？那可是黑胡椒的功能，它其实这些香料，如果以精油的功能来讲的话，它都是疗愈跟平静的。是懂，OK，所以对这个对林心地跟学弟来说，这一支就是某个层面是反映你们内心这一个会给你的感受，就是平静嘛，或者是心情不愉快跟他的对话，自我对话的，对不对？那学姐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冲突，阳光的一面跟幽暗的一面，对不对？或者是强韧的一面跟这个脆弱的一面，对吧？那我就是一直都在吃的领域了，对，美食，我美食大王这样，那这一支跟佩特拉绝对是可以摆在这个餐桌上的。佩特拉是这个汤咖喱、甘草芭乐，但它其实是比较后来我觉得它其实很茶香热茶香，对，是热茶香。是。昨天王杰下班喷的时候，整个茶香都冒出来了。对，就在不同人身上呈现很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也是沙龙香的特色啦。每一个人呈现的主轴都不一样。对啊，对。好吃完了。那我们待会现在前调先在这边，看看它的后调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虽然你们都说 Aesop 都是蛮一致性的嘛，但是我们还是你知道看我们的影片最大的好处，看我们影片最大的好处就是客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专柜试香，像今天也一个又跟我说了，他说关键只能闻到前调而已啊。对啊，对，回去才发现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真正喜欢？其实留后调在你身上是最久的那我们的影片好处是。不只跟你抢前调，后调也告诉你，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对，好不好？那我们前面已经扯了17分钟了，是可以差不多有这么久了，对，好，回头见，待会见，拜拜。好，我们刚刚在后台有很好的讨论，是，好，例如说，请问两位，这个适合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适合什么？我会用在晚上的时候，对，或是休假没有上班的时候。对，我说这支我绝对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喷。对，为什么？喷了之后我就想要下班了。就会想要回家。518下班。或是我可能就在那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因为就是思绪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吗？专注，应该也不会是也不是说不能专注，是那个。不是那种上班那种战斗的那种心情，就是他的心那个就是太过于平静了，对，所以这一支不适合用在上班，反而是下班或者睡前的时候。对，但如果你是上班那种过于亢奋的人，你想要就是不要自己太 over 了，对，这支可以，对，所以以后豪哥叮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先帮他咻2下，对，他就不会很躁动了，对。但是他太 peace 的太安静的话，我们也觉得它太奇怪了，对，这样有问题，可能好像哪一个功能失能了之类，对不对？对啊，他不是会带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社员一起组队去百货公司试香嘛，对不对？是。然后所有人一致回来的时候，都跟我们分享说他走路速度够快，有够快。对，那对于像这种走路速度很快的，要出门前就先咻2下，好不好？整个你今天走路变慢了就会比较步伐慢一点。对，也有这个效果。有。好，那最主要是这里面这个成分，这个安息香，它是有什么功能？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安息香它在那个精油里面，它是一个特别可以安抚我们安定神经系统的一个精油，它的特色是在这边。然后像你可能比较焦虑的人啊，或是说像你压力觉得很大、比较大的时候，去使用这样子的精油去点那个你的精油灯，或是做任何的什么按摩什么之类的，是，它都是属于放松。对，然后安抚神经的一个效果，神经衰弱的你可以用安息香，对，它是一个很强大的那个安抚剂。然后通常安息香也会搭配胡椒的原因是，胡椒本来就是疗伤，
哦，真的不管吗是？伤口或是心理的，不管是是哦表面的伤口或是心理深层的伤对口。，胡椒有这个作用哦。所以胡椒的香味其实你一闻就会觉得很舒服的原因就在这里。是哦，原来对其实每一个材料都有它对啊它的功用功能对有它价值的地方是啊哦，是啊对不对？对啊是。原来我今天也才学到安息香，对不对？我本来以为安息香是不是已经快要那个尘归尘土归土了的这种安息？是闻的会让你觉得安心。它里面还有没药，没药也是啊，哦，它也是类似的效对，果，也是类似刚刚我们讲那2个香材的效果， OK 没药也是。也是很强大的。就是它其实这一支用的香料都是属于比较疗愈型的，然后会让你心归比较平静的。是对 OK 就算你起伏，就是它比较累。为什么说它很适合你沉思或打坐，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对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波涛汹涌完，你的心境走完一遍之后，你最后会回归于就是一个很放松跟舒服的感觉OK 状态。对，好，那这一支后调在2位身上目前现在大概怎么样呈现？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嘞？我其实中段的野玫瑰跟安息香还蛮显香的，然后我觉得它的后调并不见得是要跳出来给你，就是分，它的后调主要是要衬托前面一开始的跟中段的香气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OK，因为我觉得那个没药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一直觉得它有存在的，是对，然后它那个没药的存在也让安息香的香味更圆润跟丰厚，因为有的安息香闻起来并没有像这一支的安息香这么的咸，我觉得是因为没药的关系，让它整个安息香味道显像出来。是 OK，对对好，这一支的味道最主要还是在安息香脂这一块。对，然后你说的胡椒这一块也有，因为它一直有衬托，就是把它的那个味道，就是让它更丰富一些。对，然后我觉得跟前面的变化没有太大。 OK，对，是但这一支呢，因为我早上其实就有喷了，对到目前还是有淡淡微微的，所以它的持香度应该最少还是有4、5个小时以上。目前已经比较淡了啦，对，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大概8小时了。我是大概今天一早就 OK，有事了，对。是，对，难怪今天看你精神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平静，那个非常像观世音菩萨很想下班的感觉吗？对，哎，优嘎应该特别有感觉。对，OK， 好。我今天跟他的对话，他说你是 Cindy 吗？真的哦，他今天对话都顿顿的这样子我还问他说你是Cindy吗？啊，真的哦，啊，有这种效果。没有，我是很平静。对他早上就喷了，对。对。哇，那你这样子越讲哈，这个表示这一支越有说服力了，对不对？适合试试看，好不好？那记得下次那个上班的时候严禁使用这一支哦，真的。下班才可以喷啊对。好 ，OK， 好，那这个学姐，如果这一支的香调，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新香木质调，但它也有花香哎。还好哎，我有还好那个花香岩玫瑰的味道其实是在的，因为岩玫瑰跟安息香合在一起的，对，你的岩香玫调是这个瑰跟感觉跟玫瑰海盐是同一个东西吗？不一样。不一样哦海盐玫瑰是海盐，哦，然后岩玫瑰是对有点矿石香的玫瑰花香。哦。因为为什么我这样问？因为对我来说，它一直都是美食料，就是咸的。你还是觉得它咸咸的就对玫瑰了。海盐，所以你我想要牛排，也有再加玫我觉得你瑰海盐。等一下应该会吃牛排吧？对，我对这是太好的一个那个诱发因子了哈。对 ，OK， 好，那0到10你会给他几分9.5， ？9.5，给他9.5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它是我觉得它跟Isabel之前那3支比起来，我觉得这一支的走法更圆润跟成熟，是 OK，就是表现得更好。然后再来是因为它用的香调刚好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蛮会喜欢的，OK，而且我如果我来用的话，我会把它用在睡前，对，或是我
休假在家，我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是我会用它。 OK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在家里啦。对我可能自己跟自己独处，我要出门去喝杯咖啡，去看个展览，我也会喷它。是，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人跟自己独处的时候会有不安全感。可是这一支会给你十足的安全感。OK， 是。我觉得这一支的香味是要给自己安全感的香味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OK， 是因为豪哥也有跟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讲到说，他说学姐好像不好睡，晚上睡觉，因为他两三点起来，那个因为老人家嘛，两三点起来会需要尿尿一下。那他说奇怪，怎么发一篇文章你才刚按赞，再按点赞是2、3点的时候，然后这个人还没睡啊，我都会睡睡醒醒。对，那这可能这一支或许就是你的好的机会了，好的标的了。对，好，那林心地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很馨香木质调。馨香木质调，对。然后刚讲一下，补充一下，岩玫瑰不是玫瑰哦，它是这个，给大家看，大家一定看过它的图片啦。岩玫瑰是它是有点矿石玫瑰，是这个。是哦，完全对，跟它跟想象中不一蔷薇样玫瑰那些完全不同不是棵数你想象中的玫瑰哦。对，那它也是比较偏向就是也是安定神经的那个作用，对的作用。那像一般类似这样的精油啊，就我刚突然想到，我说刚那些对话，它在你使用之后，它会让你，如果它对你有功效有效的话，它这样类似这样子的香料，它会带给你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混乱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对，然后你再就是他在帮你做一些调节嘛，是，然后到最后就是会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他现在这支就是它其实中后我觉得不会相差太大，然后一样都是这种就是应该说后调多一些没药它的那个甜感微微的，然后还是以安息香脂的那个香味为主的一个香味，非常的放松舒服的味道。好，那这一支我会把它定调在馨香木质美食调。美食好，我还是一定要把它挂上美食调，实在对我印象太深刻。那美食，而且我觉得这一支最大的特色是，它不仅让我们速度变慢了下来，而且居然话还变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前调讲了17分钟，我们后调通常都5到6分钟解决，现在已经讲了10分钟了，自己都不晓得自己话那么多了。OK， 所以它不仅会让你变慢，也会让你变多。你可能更想跟自己对话，更想多说些什么平常你不说的话，没错，就把它释放出来了。哇，所以它是有一个有释放能量的效果。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很有水准。对啊，对，我们刚刚有给分数吗？还没，我给了9.5。那你给几分？10分。哇，10分。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可能不只是单是香水的感觉，是。对，又带给我一种很平静放松的那种疗愈的。是很 OK，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对，好，那我会给他8分而已，因为这一支可能不是我会不是我会喜欢的菜，对，不是我会喜欢的菜。对，那但是如果你要讲说它可以带给人家安定，这绝对是十足的10分，绝对是可以。那你问我以欣赏的角度，我是不会用这支啦。那但我建议你跟他多相处一下。不，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独处的人，所以其实这一支对我比较没有什么吸引力。不是一个容易被疗愈的人。真的吗？不，你要跟他多相处一下。是哦，因为需要他的人在一开始都会抗拒他。我没有抗拒他，我就是想吃而已。你怕他让你食欲大开？对啊，我本来晚上只想花80块就解决了，就花到500-600块去了。去吃牛排。卖啊内。好 ，OK， 非常谢谢2位跟我们介绍这一支非常有特色的 Aesop 的米拉塞蒂。好，再给30秒。要试身上哦。对， OK，一定要试看。你会喜欢。拜拜。